这个男人手里的罐头盒里装着不少豆子，每一次他杀人之后都会在里面放一枚豆子。他的目标是将自己手中的罐头盒装满，他想当一个英雄。这个男人的名字叫做孙承欢，他自称是一名狙击手。几天前，他接到了命令，来到了前线的战场上。和他一起来的有2个排，但是活着到了阵地上的只剩下了4个人。但是当他们到了阵地上之后，连长根本顾不上吐槽，战斗就打响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是英雄还是狗熊？战场上见。敌人已经压上来了，所有人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这几个活下来的人也迅速的投入了战斗。老皮作为他们中间资历最老的士兵，在战场上也应对的游刃有余，甚至还能在空闲的时候调侃一下孙承欢。连里的狙击手柱子已经打死了好几个敌人了，但是上战场之前，一脸高冷的孙承欢到现在还一枪没开呢。其实孙承欢不是不想开枪，他是在寻找机会，寻找一个最大化杀伤力的机会。就在老皮调侃他的时候，机会已经来了。他扣下扳机，一个美国士兵的弹药袋被击中，爆炸直接炸死了4个人。这一枪连老皮看了都不禁要叫声好。而自从开了第一枪，孙承欢的枪声几乎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每一枪几乎都会带走一个敌人，一连击毙了7、8个敌人。看到这些的柱子也不由得和孙承欢较起了劲儿。不远处，一个美国鬼子捡起了地上还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准备扔回战壕中去。这一切都落在了柱子的眼里，瞄准开枪，美国鬼子被击毙，而孙承欢也抓住了机会，一枪击中了从美国鬼子手里滑落的手榴弹，手榴弹被引爆，又是好几名美国鬼子被炸死。柱子回头看了孙承欢一眼，这个年轻人看来比他想象的要厉害得多。第一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戴着眼镜的马苍山向着孙承欢表示自己的谢意。今天孙承欢救了他2次，一次是自己被炸弹炸倒之后，一名美国鬼子正要补枪，被孙承欢发现，孙承欢击毙了那个美国鬼子。第2次是孙承欢打爆了那枚手榴弹的时候，因为那枚手榴弹是他扔出去的，如果美国鬼子扔回来，可能他就没有命了。面对感谢，孙承欢毫无波澜，只是自顾自地向着自己的罐头盒子里放豆子。来到战场上的他就是来立功的，至于救人，那只不过是顺手罢了。有这么一个持枪手在，全连上下都很振奋。仅仅在第2天的一次小规模伏击中，孙承欢就击毙了4个敌人。柱子将这一幕都看在了眼里。孙承欢没来之前，这个任务连长是肯定要交给自己的，但是这孙承欢一来，自己的地位那可是岌岌可危啊。既然孙承欢也是一个狙击手，那么他们就比试比试吧。他拦下了孙承欢，挑衅一般的摇了摇手中的罐头盒，几个了？孙承欢看了看柱子，只是说了一句：迟早超过你。但是仅仅3天的时间，他们的水就已经喝完了。美国鬼子在我们的头上没日没夜的轰炸，这让连长一肚子火气。他下令夜里突袭1号阵地，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实力强悍的1排手中。他们要负责剪断敌人的铁丝网，这活儿可不是那么好干的。美国鬼子的铁丝网上挂满了罐头盒，一个战士不小心就触动了这些罐头盒。片刻的宁静后，一发子弹打穿了战士的头颅，探照灯随即亮起，而无数的美国士兵在这一刻同时从战壕中探出，开始射击。原本是一场偷袭，但是美国人却早有准备，这下他们被动了。机枪手在疯狂地向着他们倾泻火力，美国的狙击手也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再加上探照灯的支持，志愿军的战士们一时间居然被压制住了。柱子想打掉对他们威胁最大的机枪手，但是美国鬼子的狙击手封锁了他所有的路线，他甚至无法找到鬼子狙击手的位置。但是孙承欢找到了，可是美国鬼子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孙承欢即使知道敌人的位置，也根本没有开枪的机会。为了战斗的胜利，柱子再三确认孙承欢是否能击中鬼子的狙击手。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柱子窜出了掩体，一枪打掉了敌人的探照灯，但是他自己也被子弹打伤身体。趁着这个机会，孙承欢一枪干掉了敌人的机枪手，紧接着一枪击中了敌人狙击手的耳朵。孙承欢的手里拿着一个染着血的罐头盒，不用看，这里面装的也是豆子，但这不是孙承欢的，是柱子的。他也有一个想要成为英雄的梦想，但是现在他没有时间实现了。扪心自问，如果是柱子找到了狙击手的位置，那么孙承欢会不会牺牲自己成全柱子呢？他不知道。因为这件事，孙承欢成了连里面的大英雄，成为了正面的英雄人物。连里面还想让他到四处去演讲宣传经验，但是孙承欢拒绝了，他想留在这里，他要打美国鬼子。你只要打死50鬼子，我就给你申请2等功。这是连长亲口说的。就在孙承欢拒绝了演讲的命令之后，有了这个承诺，孙承欢再一次有了目标。或许成为英雄的路上必须要有牺牲和痛苦吧。不久之后，美国鬼子封锁了水源，而金川在取水的时候被击毙了，这是他们这4个支援阵地的战士中第一个牺牲的。而孙承欢杀死的敌人数量已经达到了35个，只差15个，2等功就已经到手了。金川的死给了孙承志和老皮巨大的打击，
3辆车活了4个人，现在却只剩下3个了。在不久之后，一次伏击任务中，孙承欢发现了敌人狙杀金川时留下的弹孔，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次的敌人很不简单，于是他们在金川牺牲的地方附近埋伏了起来，并且埋好了几个掩人耳目的陷阱，试图迷惑美国鬼子的狙击手。但是他们一直等到了半夜，都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就在他们以为今天的埋伏失败，准备撤离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狙击手一枪打掉了孙承欢的步枪，他几次去捡枪，都被那个狙击手打了回去。到底还是都市人的脑子好使。马苍山突然开始大声的和孙承欢聊了起来，而孙承欢和老皮也明白了他的意图，两个人很快就开始了自己喊话。果然，左一声右一声的喊话，让这个美国狙击手有些慌张了。他的瞄准镜不断的左右晃动，忽然间，他看到了一个东西飞了起来，于是下意识的就是一枪。但是那只是一个罐头盒子，被击中之后，里面的豆子都洒了出来，这是柱子的留下的盒子。而趁着这个机会，孙承欢捡起了自己的枪，一枪命中了敌人的狙击手，这是个大功绩。但是孙承欢却闷闷不乐，他知道能感觉到自己杀死的那个狙击手不是打死金川的那个，也就是说，敌人还有一个狙击手在暗处埋伏他们。可是那个狙击手一直都没有露面。日子一天天过去，孙承欢距离50个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但是最近的敌人却是异常的反常。他们很少再有活动，而这一个名额，孙承欢也迟迟无法完成，他渐渐的开始焦躁起来了。这天晚场，孙承欢和马苍山和老皮一起悄悄的溜了出来，他们要寻找美国鬼子身上留下的补给。在夜色的掩护下，行动进行的十分顺利，他们也找到了不少有用的好东西。但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孙承欢发现了不远处有一个美国士兵，二等功就在眼前，孙承欢忍不住了，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后面的老皮一直劝说他，希望孙承欢可以改天再杀敌，因为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如果出现意外，那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可是孙承欢说，他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一枪毙命的事情根本没得说。他让老皮和马苍山先走，但是大家都是一起出来的，哪有自己先走的道理呢？孙承欢也不再多说，扳机扣下，那个美国士兵应声而倒。但是这次孙承欢栽了，那个美国士兵只是一个诱饵，而在一旁的尸体堆中，一个枪口已经悄悄地对准了孙承欢他们。这就是美国鬼子的另一个狙击手，也是那个狙击手的父亲，就是为了对抗孙承欢，他才来到这里的。金川也是他杀的，他已经等了孙承欢很久了，这次终于上钩了。一声枪响，老皮的手臂被击中了，可是孙承欢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狙击手的位置。紧接着又是2枪，一枪打在了孙承欢的附近，将他逼回掩体，一枪再次击中了老皮。老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让孙承欢他们不要出来，但是他自己却挣扎着站了起来。紧接着又是一枪，老皮的心脏被击中了。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传来了飞机的声音，美国人的轰炸到了。那个美国狙击手暗骂一声退走了，而孙承欢也被落下的炸弹震得晕了过去。孙承欢将那个象征着自己荣誉的豆子一个个倒了出去，这是他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经过这一次的事情，他意识到了自己曾经想成为一个英雄的理想是那么可笑。战争从来不是为了扬名立万，而是为了自己的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过上好日子，不会受人欺凌。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他们的连队已经不剩下多少人了，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战斗。所有人都拼尽了自己的全力，想要挡住敌人的进攻，手榴弹、机枪、步枪、迫击炮，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可是在孙承欢的耳朵里，这一切都不是那么真切。他在上一次的爆炸中耳朵出现了问题。一边的马苍山看着他有点着急，敌人的狙击手已经在挨个点名了，可是孙承欢已经很久了，还只是开了一枪，这一枪还打歪了，打在了迫击炮的炮筒上。这和他平日里不一样啊！不停的有战士在战斗中死去，美国的火力优势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却都坚定的战斗在阵地上，即使是要死，也要拉上敌人一起。连长迫切的希望请求火力支援，但是通讯员在一次炮击中死去了，无线电也被炸毁，他们现在只能去接上断掉的电话线了。指导员自告奋勇的拎着线轴就冲了出去，但是在那一片毫无掩护的山坡上，他就是一个活靶子。美国的狙击手很快就发现了他，一枪指导员的胳膊断了，2枪指导员的腿也中了一枪，但是他依旧在挣扎，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断掉的地方，他想要把这2根线接在一起，但是只剩一只手的他无法做到，于是他将一头咬在了嘴里，一头握在了手里，用自己的身体连接起了电话线。几秒钟之后，美国的狙击手再次击中了他，但是也正是这短短的几秒钟，让连长将炮火支援的请求发送了出去。而这个时候，孙承欢也动了起来，他找到了那个美国狙击手，现在他的眼里也只有这个美国的狙击手。双方的较量很快就开始了，美国人占着自己的器械优势，占据了一点上风。孙承欢好不容易找到了机会，一发炮弹却在他面前炸开，他被震得眩晕了一会儿，
马苍山很快赶了过来，希望可以帮助到孙承欢，但是下一秒，孙承欢的枪就被从天而降的炮弹击中，炸成了2截。莫西纳杆是孙承欢用的最顺手的武器，但是现在没了，枪没了，狙击手要怎么办呢？但是巧合的是，就在马苍山的身边，他找到了一把美国人的枪。虽然枪不同，但是击毙敌人的信念是不会变的。孙承欢一发子弹就擦伤了那个美国鬼子的脸颊，紧接着两人开始互相攻击了起来。他的大腿被击中了，而趁着这个机会，他紧紧地压制住了美国的狙击手。而美国人的飞机轰炸也在这个时候到来了。孙承欢没有撤退，美国鬼子却待不住了。他不想死在自己人的炸弹下，他决定拼一把。可是很明显，他并没有早已经准备好的孙承欢快，一枪正中眉心。在这场战斗中，除了马苍山，整个连队没有第二个人活下来。这部电影取材于上甘岭战役，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场战斗。其中著名的狙击英雄张唐放就是在这场战斗中一战成名。当时的战斗中，我们组成了著名的狙击小组，给美国人造成了相当大的心理阴影。甚至到了后来，美国人来拍了一部名为《狙击兵岭》的电影，来还原当时的战争。而这部电影之后，上甘岭在美国人的口中也成为了著名的美军伤心岭。一个女人趴在门口的窗户上，凄厉的大喊大叫，可是她面前的那个农民却好像没有听到一样，自顾自地喝着水。女人很快就被窑洞里的人拖了回去，但是很快女人再一次冲了出来，她想要引起面前那个男人的注意，但是随后从窑洞里窜出来的日本士兵很快就将这个女人拖了回去。等待着女人的是什么，根本不用多说，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男人，那个农民怎么能对这样的事情视而不见呢？但是这件事也不能全怪这个男人，他并不是一个汉奸，而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至于他为什么对于日本士兵侮辱自己同胞这件事视而不见，还要从几天前开始说起。这个农民叫做刘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农民。在前几天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份工作，带领这一群八路走过曲曲折折的黄土岭，越过山西和陕西的边界到延安去。刘存只需要带着这些八路安全的过去，就3块大洋的酬劳。对于那个时候的农民来说，带个路就3块大洋，着实不少了。于是刘存很快就答应了。但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他们走了好几天还没有走出这片区域，而清明就快要到了。刘存有些着急，俗话说得好，清明前后种瓜种豆，如果自己在这里继续耽搁几天，恐怕赶不上播种的季节了。他告诉这些八路军，前面就剩下了5里路了，只要跟着他说的多拐几道弯，一定能走出去。他希望这些八路可以放他回去。如果是一般的八路，兴许就同意了，但是这一支队伍很明显不一样。这支队伍是要秘密的护送一个部队的首长到延安开会的。为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他们已经走了很多的冤枉路了。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再走错路，不要说会议能不能赶上，就是首长的安全，恐怕他们也难以保证了。为了安抚刘存，他们提高了给刘存的酬金，带路3块大洋，带到地方再给3块大洋。可是刘存依旧有些不乐意，3块大洋是不少，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播种的时节，自己1年的粮食可就没了着落了。而这个小队的领导也有些于心不忍，他找到了自己的手下，想知道为什么会找了这样一个向导。但是得到的消息让他也有些唏嘘，这个地方的组织已经被日寇扫荡了一遍，而唯一熟悉这里道路的就是这个老农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听了战士的解释，这个领导也感到了一丝无奈。这次的会议实在是太重要了，他必须要赶过去，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这样对待老百姓。不过为了保护刘存的安全，他们还特意派了一个战士保护刘存。就这样，一行人就这样在蜿蜒的黄土岭中不断前行。而刘存虽然一路上还在走，但是也依旧不停地念叨着清明前后种瓜种豆这样的话。对于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来说，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自己的1亩3分地，一家老小的生活压力都在他的身上压着。而这些扛着枪的士兵，他才不在乎他们是干嘛的，打日本鬼子也好，打其他人也罢。虽然这个当兵的说等下把他们带出这个山谷口就放自己回去，并且给自己几块大洋做补贴，可是刘存依旧不相信。不过既然这个当兵的说出来了，那自己也不客气，张口就是13块大洋。可是就在他准备一项项的和这个八路掰扯掰扯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个岔路，一名士兵请他过去带路，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可是他还没走到路口呢，士兵们就遭遇了炮击，是日本人。他们一直在这里等着八路军们露头，而这下终于让他们碰上了。迫击炮弹跟不要钱一样的撒在了阵地上，刚刚走出山谷的八路军只能边打边撤，再次退回了山谷中。但是在这一次的袭击中，还是有许多战士牺牲了，就连通讯员也没有幸免。在一片混乱中，八路的反击迅速展开，冲上来的鬼子被打退了一半，
可是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八路在一阵反击后只能选择后撤。至于那个带路的老乡刘存，混乱中几乎是没有人注意。虽然在撤退的时候，战士们看到刘存也会拉一把，但是刘存却在混乱中看到了自己受精的骡子。对于一个农民来说，骡子可以说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了。为了自己的骡子，刘存顾不得自己对于炮弹的恐惧，很快就追了过去。但是炮弹实在是太密集了，刘存在躲过了几发炮弹之后，就用完了自己所有的运气。一发炮弹在他的身后炸开，但是这个炮弹似乎只是将他震得晕了过去，并没有受伤。当刘存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看不到自己的骡子了。不仅如此，此刻的他听不到任何声音，明明风沙四起，可是他的世界却一片寂静。一个庄稼汉，一家人的顶梁柱，在遇到了这样的变故的时候，也自然是难以保持冷静。不过此刻最重要的还是找到自己的骡子。一路上，刘存大喊着骡子的名字，呼唤着自己曾经的伙伴，但是却始终没有找到骡子的身影。眼看自己的骡子没了踪影，刘存只能将这一切都怪罪给了那些八路。要不是他们，自己这会儿应该在自己家的土地上带着自己的骡子种地，而不是在这里找骡子。走累了，喊累了，刘存来到了一个井台边上，他拿着水壶就是一顿牛饮，完全没有听到从自己身边窑洞里传来的动静，女人的惨叫，鬼子们的淫笑，他一点都没有听到。喝饱了水，他就靠在一边的井台上休息。自己的背后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全然不知。这支鬼子的小队很快就归队了。就在他们的上级斥责他们贻误军机的时候，却听到了刘存呼唤骡子的声音。对于那些日本人来说，在这个战争时期，一般的百姓已经躲了起来，根本不会出来。现在出现在大路上的不是八路就是八路的探子，而看到这个呼喊的声音，这个男人似乎并不知道鬼子们也在这里。为了找到躲起来的八路，这群鬼子悄悄地跟在了刘存的身后。可是耳朵被震聋的刘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后面跟了一大群鬼子，他依旧自顾自地在大声呼唤着自己的骡子，而路上新鲜的粪便似乎也说明了自己找到方向是没错的。一路搜寻，刘存并没有找到骡子，反而是找到了躲起来的八路。两个人自顾自地说着自己的话。八路在问刘存有没有带尾巴过来，他质问那些鬼子是怎么知道他们的，而刘存则说着自己的骡子没有了，要八路们赔偿他的骡子。两人是越说越乱，可是话还没有说完，鬼子的炮弹就来了，他们再一次被包围了。所有人都认为是刘存带来了这些鬼子，甚至一些激动的战士还想要杀了刘存，可是这一切都被队长拦了下来。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突围。而在炮火中，刘存再一次见到了他的骡子。现在的他听不到任何声音，所以更加无畏地奔向了自己的骡子。如果不是那个干部及时地把他摁倒，恐怕他就要和自己的骡子阴阳两隔了。而找到了骡子的刘存和干部在一起，敌人冲散了他们，而他也在找到了骡子之后，带着干部和骡子一起来到了他曾经喝水的那口井旁边。他看得出来干部是个好人，他想要干部和他一起回到自己老家去，凭借自己家里的1亩3分地，有自己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干部。如果干部愿意，他还可以给干部说个媳妇儿，好好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多好呀，干嘛要去打仗呢？干部笑着回绝了。可是他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刘存的耳朵被炮弹震聋了。两人之间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可当刘存打了那个窑洞的门口，想要找点吃的东西的时候，却发现了屋里地狱一般的景象。那些女人们衣衫不全的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在刘存想要拿着秸秆把他们裸露的身体盖上去的时候，一个女人突然冲了出来。她就是那个曾经向着刘存求助，但是刘存并没有听到的女人。她奋力的用自己手里的鞋子拍打着刘存。八路们很快就找到了干部和刘存，在一番商议之后，他们决定把骡子留给这个女人，而刘存也没有反对。这个女人或许比他更需要这头骡子，但是把一个骡子留给这个女人，真的是一件好事吗？看了这样的景象，刘存说什么也要和八路们一起去打鬼子。但是就在回归大部队的路上，他们再一次看到了那个女人，她骑在刘存的骡子上，身上还被绑了2枚手榴弹。毫无疑问，这是日本人干的，他们想引出我们的部队，而他们确实成功了。干部冒着他们的炮火救下了这个女人，而女人身上的手雷也被干部扔回了日本人中间。炮火在他们身后不断的爆炸，而干部的脚步一刻不停。为了老乡的安全，在简单的安置了这个女人后，他们让刘存留下来照顾女人，而干部和剩下的几名战士则去引开敌人的注意。女人很快就醒了过来，看着刘存，他依旧大吵大闹，而鬼子很快就被吸引了过来。刘存和一个鬼子搏斗的正酣，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背后又来了一个鬼子。
女人看刘存没有理会自己的呼喊，自己冲了过去和鬼子搏斗了起来。但是毕竟是一个女人，怎么斗得过一个鬼子呢？如果不是干部的警卫及时赶到，恐怕他们就要交代在这里了。看到干部不在这里，警卫很快就走了。而女人也知道了刘存耳朵聋了这件事，她现在才明白过来，不是刘存不救她，而是刘存根本就没听到她的呼救声。误会解除，两人再次踏上了回家的路。可是他却在千沟万壑的黄土岗上看到了正在追击八路的鬼子。如果不是女人大声的呼喊，引起了鬼子的注意，恐怕干部他们就凶多吉少了。而吸引了鬼子注意的女人也在鬼子的追击下跳崖自尽，大家都很难过。但是看着就要抛下自己的八路，刘存还是追了上去。不就是死吗？一个女人都不怕，他刘存一个大男人还能不如一个女人？刘存对着干部说，自己就算是死也要把他们带出去。而另一边，鬼子们依旧在对着八路们围追堵截，看着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刘存心里的那股血性也激了出来。他一个人带着刀就冲向着那个逃跑的鬼子去了。可是他一个鬼子怎么可能有一支生活在当地的刘存对这里道路精通呢？只是简单的几个弯弯绕绕，刘存就跑到了鬼子的面前，随后更是推倒了一大块黄土，将鬼子埋在了下面。他亲手杀了这个鬼子，为那个一直保护他的战士报了仇。而在正面的战场上，负责护送干部的八路们已经快要打没了，可是他们也让那些鬼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就在这样坚毅的队伍对面，一个汉奸正在卖力的用自己的破锣嗓子喊着对面的人投降，两者简直是一种鲜明的对比。鬼子们在等，他们在等八路们投降，而八路们也在等，他们知道在这里多拖延1分钟的时间，干部就多1分的安全。作为负责保护干部安全的部队，他们必须要履行自己的使命。血色的夕阳下，在破败的黄土环上站起了一个个的身影，他们的旁边的火焰熊熊燃烧，就像他们的意志一样永不熄灭。鬼子们看着站出来的八路们，以为自己赢得了胜利，于是不慌不忙地向着他们走了过去。可是随着一声怒吼，我们为数不多的战士却爆发出最为猛烈的攻势，鬼子们如同地里的麦子一样一茬一茬地倒下，而我们的战士边打边撤，鬼子们一边追击一边留下自己的尸体。但是弹药终归是有耗尽的那一刻，可是没了子弹，我们就用刺刀，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们就要把敌人死死地摁在这里。没有子弹，我们有刺刀；没有刺刀，我们有拳头。鬼子们的火力是强大的，但是我们的意志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强大。漫天的炮火中，许多战士牺牲了，可是刘存依旧在奋力地向前。他说过自己要给八路战士们带路，他们中间受伤的战士为了不拖累自己的队友，以死相逼，让队友把他留在这里。而在炮火中，有一个人活下来了，那是干部警卫的队长。可是看着如潮水一般涌来的敌人，他没有选择苟活，而是在一声惊天巨响中和鬼子同归于尽了。看着那巨大的爆炸，无论是干部还是刘存，他们都沉默了。他们知道又一个战士死去了，但是他们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革命的道路总是会有牺牲，但是我们终将成功。而一声熟悉的叫声让刘存欣喜若狂，他的耳朵再一次听见了。他看着远方，那是一群骑着马匹的队伍，那也是人民的队伍。他也知道自己的任务完成了，可是拿着自己应得的银元，刘存没有想象中的愉悦。而干部对他说的话更是让他记在了心里。他告诉刘存，等打完了鬼子，自己就去他们村找刘存，让刘存给他收个媳妇儿，自己种上几亩地，自己也过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有谁不向往那种平静温馨的生活呢？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像刘存最后说的那样，老哥，我等你回来。可是即使是为了家国大义，古来征战又有几人能回呢？这是一个惨烈的故事，一支中国特种部队进行渗透作战，可是一路上间谍、敌特、火炮和雷区几乎让这个小队全员丧生，最后整整一个小队的特种精英最终只剩下了3个重伤员。在那个时期，侯国不断地侵扰我们的边境，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开始了猛烈的反击。可是在一处战场上，我们面对明明是侯国王牌的第6师，但是我们的火炮却轻而易举地压制住了敌人的炮火。而趁着这样机会，我们的先锋团一鼓作气就突破了敌人的第1道防线，压了上去。但是后方的指挥部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是眉头紧锁。对面可是侯国的王牌军队，难道就这样被我们轻而易举地压制下去了吗？不能够吧。
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冲锋在前的将士很快就遭遇到了敌人的炮火攻击，并且死伤惨重。就在前卫团请求支援的时候，指挥部第一反应却是找到敌人的重炮阵地，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再派多少人上去都是一样的。如果无法找到敌人的重炮阵地，就是派一个师上去也是挨打的命。我们必须要找到敌人的重炮阵地，然后拔掉它。可是一个接一个的观察哨都传来了同一个消息：山高雾大，我们无法找到敌人的位置。面对这样的问题，指挥部也只能估算出敌人重炮阵地的大概位置。既然无法找到敌人火力点的准确位置，那么现在只能撤退。此时指挥官的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既然无法通过自己的观察哨发现敌人的位置，那么就只能用最危险也是最笨的办法，派出一个侦察小队去寻找敌人重炮阵地的位置，而刘凯华就是其中的最佳人选。而作为一个精通各种技能的士兵，刘凯华此时正在给士兵们培训特种作战的要义，突袭、营救、侦察一个都不少。可是就在训练的时候，刘凯华却接到了师部的命令，马上归队。没有丝毫的犹豫，刘凯华带着自己的学生高天虎就驾车开始返回部队。可是就在回去的路上，他们遭遇了侯国人的轰炸。可是面对前方道路上接连不断的爆炸，刘凯华却毫不变色地冲了过去，一点刹车都没有踩。这给了高天虎极大的震撼，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面对死亡丝毫不畏惧的人。这一次的炮击并不是侯国人为了对付刘凯华的，而是一次无差别轰炸，为的就是干扰我国边境的秩序，让我们的边境混乱起来。这些人的用心极其险恶，许多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平民就这样被卷入了这场战争中，无辜丧生。而返回的刘凯华一路上也没少救人，几乎看到受伤的人他都停下车带回来了。其中有一个漂亮的傣族姑娘名叫梅月，也被刘凯华和高天虎救了回来，放在了战地医院中。可是刚从医院里面出来，刘凯华就遇到了自己的老班长，他上前去打招呼，可是对方却丝毫不领情。他们就是刚从前线下来的先锋团，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这些师部的侦察兵没有发现敌人的隐蔽炮群，他们也不至于刚冲过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就遭到敌人猛烈的轰击。他们一个排的兄弟已经有一半都牺牲了，无处发泄的他只能骂一骂这些侦察兵，发泄一下。这一天对于中国人是惨痛的一天，可是对于侯国人来说，这却是值得庆贺的一天。他们用自己的隐蔽炮群狠狠地阴了我们一把，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而他们能打出今天这样的成果，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他们的间谍。这些间谍经常往来于边境，给他们提供了相当多且相当准确的情报。而对于这一次的作战的后续事宜，他们的间谍队长胸有成竹，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理解了我们的战术战略，所以根本无需担心。见过说大话的，没见过这么说大话的。他们的米国大爹都不敢这么说，已经摸透了我们，他们何德何能敢说自己已经摸透了我们呢？送完了伤员之后的刘凯华很快就找到了师长，而师长也给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而刘凯华听完之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派出一支侦察小队向着敌人的阵地渗透，找到敌人重炮阵地的准确位置。而这个想法和师长的想法不谋而合，而刘凯华毫无疑问就是最好的人选。而刘凯华也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那个年代报效国家是最光荣的事情，但是同时刘凯华还想要2个人，一个是自己的老班长，另一个是一个叫梁国柱的人。而这个梁国柱是什么人呢？许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有传言说这个梁国柱身高2米多，拿一把重机枪就像是带着一个火柴棍一样的巨人。可是实际上这个梁国柱也是一个普通人，他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并且现在梁国柱正在经历他人生中的大事，结婚。但是这次结婚并不是在家里，而是在部队。他和自己的女朋友相恋8年的时间了，可是因为梁国柱一直超期服役，没有时间办一个婚礼，所以上级特意批准梁国柱的女朋友可以到部队里来和梁国柱结婚，这可是头一遭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连队里一片喜气洋洋的情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门外来了一辆吉普车，而梁国柱也很快就在人群中见到了自己的老战友。梁国柱明白这是有任务了，可是看着正在举行婚礼的梁国柱，来找他的人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有紧急任务。可是一切都落在了梁国柱的眼里，他是一个狙击手，这一点小事瞒不过他的眼睛。可是刘凯华还是走了，没有带上梁国柱。屋里的新娘子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她知道自己没办法留住梁国柱，自己也不能留住他。于是这天夜里，新娘子给梁国柱系上了一根红色的腰带，因为在老家的说法中，红腰带可以保平安。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两人的这一别却再也没有见面。
就在梁国柱走后，他的妻子也订了晚上的车票离开。可是白天他也没有闲着，带着战士们的衣服就到了河边。自己的丈夫是一个战士，他对于这些保家卫国的战士也充满了感情。可不幸的是，就在他洗衣服的时候，侯国人的炮弹打了过来。当天下午下起了大雨，所有人都在等着上级的指令，可是却迟迟没有消息。终于他们等到了刘凯华，可是梁国柱却被叫走了。刘凯华把梁国柱叫到了一边之后，给了梁国柱一个项链，那是他昨天晚上送给自己妻子的。就在早上，他的妻子在侯国人的炮击下牺牲了。上将梁国柱回去处理一下丧事，这一次的行动就不要参加了。大雨中，梁国柱不知道应该怎么宣泄自己的愤怒。自己的最爱的人是为了让自己安心才来到前线和自己结婚的，但是此刻却死在了这里。梁国柱的心中尽是悲愤，他愤怒地锤断了自己身边的一棵芭蕉树，可是他却没有选择离开这里。自己的妻子是侯国人打死的，自己要报仇，所以自己一定要参加这次的行动，把这群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土地去。行动计划很快就出来了，他们将会在明天7点，在大部队的掩护下，从侧翼穿插进655高地，而他们将要面对的就是敌人的特工队长。队长是一个叫阮雄的家伙，他曾经也在昆明部校学习过，对于我们的作战风格还是很了解的。这次的任务将会十分艰巨，在出发前，领导做了最后的动员。可是无论是侦察兵还是排雷工兵，对于这一次的作战都是势在必得的，而这一次的行动代号就是闪电。随着3颗信号弹的升起，掩护作战正式开始。在连天的炮火声中，侯国人极其慌乱，而我们的闪电小队却从侧翼开始了穿插行动。黑夜和火炮就是他们最好的掩护。可是侯国的特工队长阮雄却似乎已经知道了我军的渗透计划，他们的情报是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但是在通话无人接听之后，侯国人似乎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动向，迅速带着军犬冲赶过来。可是他们只发现了自己人的尸体，而丛林中的闪电小队虽然遭遇了毒蛇和陷阱等危机，可是依旧没有暴露自己的行踪。即使在敌人的扫射中一名队员受伤，他也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而为了躲避军犬的追踪，我们还扔出了一瓶酒，用来阻断军犬的气味追踪。而为了躲避敌人的跟踪和复杂多样的环境，闪电小队决定走水路，并且为了迷惑阮雄，刘凯华来了一个一反常态，夜里不走，白天走。我们的战术怎么能是一个外国人摸得透的呢？凌晨的时候，闪电小队划着竹排一路顺流而下，前进的速度可以说是神速。可是江面上也不是太平的，如果仅仅是急流，我们的战士根本不足为惧。可是侯国人还在上面布下了水雷，如果不是我们的战士反应迅速，恐怕还真的如了他们的意了。不过虽然没有被水雷伤到，但是战士们的行踪还是被发现了，一路边打边撤，靠着茂密的树林，我们还是逃离了敌人的追击。可是负责断后的高天虎和梁国柱却在这里见到了一个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她是月梅，那个被高天虎和刘凯华救下的傣族女人。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不过眼看后面的侯国士兵就要追上他了，高天虎两人顾不得那么多，冲出来干掉了那些追击的侯国人，救下了月梅。根据月梅自己的说法，自己的亲人都没有了，自己也没有地方去，就是要跟这些侯国人打到底。现在有了高天虎，他们去哪儿自己就跟到哪儿。可是看着这个女人，高天虎还是借故把她支开了。而月梅前脚刚走，他和梁国柱就一起离开了。对于他们来说，如果带着月梅一起，无论是月梅有没有鬼都是一个问题。如果有鬼，自己就暴露了；如果没有鬼，对月梅来说不安全。可是就在路上，他们还是被月梅撞见了。眼看这是侯国人的地盘，他们也不好丢下月梅，只能带着月梅一起行动了。而刘凯华和自己老班长这一组却在为了交通工具发愁了起来。不过巧的是，他们刚好遇到了一辆来拉物资的侯国汽车，他们悄悄地干掉了几名士兵之后，自己混了上去，更是在路上劫持了这辆车。他们想要用一名老兵的身份证件，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个侯国老兵一下子撕毁了这个证件。可是这难不倒我们的战士，通过一点小手段，我们很快就蒙混了过去。可是这个时候车子却出了问题，并且阮雄带着大批的侯国人追了上来。千算万算，我们还是没有算到阮雄会冷不丁地用中国话套我们的话。而就是那一句再见，彻底暴露了战士们的身份。不过幸运的是，这个时候车子已经修理好了，而在我们的阻击下，阮雄的人并没有追上我们。虽然战士们逃走了，可是阮雄却不担心，此刻战士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而他也不担心我们的战士可以找到他们的重炮阵地，因为他为了防止特种小队的渗透，早就在阵地的附近布下了死亡地带。这里的雷区不要说一个小队了，就算是一只动物也不要想着闯过去。
小队很快就会合了，可是对于月梅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的，但是月梅的表现却一点问题都没有。难道真的是战士们想多了吗？事实证明，战士们或许并没有想多。就在这天夜里，月梅借着给战士们找果子的理由，惊动了已经归巢的鸟儿。虽然刘凯华果断下令转移，可是他们却已经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中。为了完成任务，他们一边阻击，一边向着655阵地转移。可是在突围的过程中，他们不仅遇到了侯国的陷阱，甚至于还被逼进了雷区。眼看雷区的那一边就是他们可以躲藏的山洞，但是此刻才开始排列的工兵知道自己没有时间了。阮雄已经带着大批的侯国人围攻了过来，他们必须赶紧离开。于是为了争取时间，他拖着自己受伤的身体趟过了雷区，踩出了一条安全的道路。而顺着这条安全的小路，闪电小队顺利地完成了撤退，进入了山洞。可是这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山洞，他们几乎成了瓮中之鳖。可是就在激烈的战斗中，战士们突然发现战斗激起的烟尘顺着另一个方向跑了过去，有风就说明有出口，他们有希望了。可是就在战士们一起进发的时候，月梅却悄悄地向后靠去，这一切都落在了刘凯华的眼里。他悄悄地绕到了月梅的背后，可是没想到月梅却趁着一个战士不注意，飞身夺下了他们的枪，当着所有战士的面，他露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一个敌特分子。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低估了我们的战士，很快他就中了一枪。可是他依旧想逃离，遗憾的是，在山洞口，他被自己心心念念的侯国人误杀了。所谓聪明一世的特工，终究是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下。战士们成功的逃离了山洞，可是侯国人很快追了上来。老班长为了掩护大家，壮烈牺牲。幸运的是，剩下的战士们很快就找到了敌人的重炮阵地。随着惊天动地的炮声，我们的炮弹如同雨点一般落在了敌人的阵地上。而现在敌人也明白了，当务之急就是拔掉这个随时给后方的人汇报自己位置的特种小队。于是他不惜一切代价，用迫击炮打，用人命填，硬是要把这个小队打掉。负责阻击敌人的高天虎子弹打完了，就抱着敌人一起跳下山崖，引爆了自己的最后一颗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而另一边，敌人的阵地不断的暴露在刘凯华他们眼里。可是就在他们准备汇报的时候，阮雄追了上来。2名战士为了保护电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牺牲给了刘凯华转移电台的时间，可是此时就剩下他一个人了，子弹也剩下了2颗。而终于在剩下最后一颗子弹的时候，刘凯华诈降击伤了阮雄，夺走了阮雄的枪。可是阮雄也不是吃素的，他及时的拔下了弹夹，两人只能开始白刃战。但是很明显，阮雄不是对手，可是他还是给侯国的炮兵争取了时间，使得他们的炮弹再一次打到了我们的阵地上。侯国人的迫击炮还在轰击，精疲力竭的两人终于在一发炮弹炸开之后晕了过去。不过刘凯华醒了过来，而阮雄再也醒不过来了。在刘凯华的指挥下，全师所有的火炮、榴弹和火箭火力全开，侯国的阵地很快就被打得稀碎。而没有了火炮的支援，在我军的攻击下，侯国人的防线很快就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即使是他们的长官3令5申的想组织反攻，可是士兵们还是忍不住的后撤，甚至到了后来，他们的长官跑得比自己的士兵还快。遗憾的是，再快也快不过我们的炮弹。一轮齐射之后，几乎再也没有能喘气的了。田径和虎南从小就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不过在长大了以后，田径成为了一名大学生，而虎南依旧是子承父业，成为了一名军人。大学的时光过得飞快，田径很快就毕业了，而他也记得曾经自己和虎南说过的话，自己在毕业以后也要加入部队去，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那样的话自己和虎南就又能在一起了。可是就在田径坐上回家的火车的时候，虎南却兴冲冲地拿着一张纸找到了自己的父亲，那是一张录取通知书。他多日以来点灯熬油挑灯夜读的苦终于是没有白受，他终于也要成为一个大学生了。但是就在他向往着自己大学生涯的时候，他的父亲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现在的局势，作为一个干部子弟，他是不能够脱离部队自己去上大学的。虎南想不明白，明明1年前自己的父亲是支持自己上学的，可是为何如今却变卦了呢？他看得出来，最近的父亲心里有事，但是无论这几天自己怎么打探，父亲总是不说。他也委屈啊，自己苦苦学习了1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难得的是在这期间自己部队的训练也是一点都没有落下，门门考核都是优秀。难道自己这1年的苦就算是白吃了吗？看着委屈的孩子，虎南的父亲703终于是说出了原因。他敲了敲自己手里的报纸，这1年以来，越南屡次进犯我们的广西，我们的云南，我们当年花了200个亿就养出了一个狼崽子吗？而看了这一份报纸，虎南才明白为什么父亲刚刚会提到自己母亲的遗愿。如今国家有难，
而当年虎南母亲临死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自己的孩子可以做一个对于国家来说有用的人。现在的广南不能离开，为了守卫我们的边境，随时准备对越南做出反击。虎南很快就到了广西地区，可是就在他们刚刚到这里的时候，意外就发生了。越南人毫无顾忌地使用迫击炮向着我国的境内轰炸，甚至就连孩子们上课的学堂此刻也被炸成了一片废墟。为了掩护孩子们撤离，这里的老师被压在了废墟里，而那些可恶的越南人就连去找解放军求援的小孩子也不放过。他们就像当时残暴的日本士兵一样，拿着 AK-47 残忍地向着那奔跑的小女孩开枪，甚至在击倒了小女孩之后，这群狼崽子还调笑着说是我们中国造的枪准确度还不错。虽然众人最后找到了已经倒下的女孩，但是毕竟是被威力巨大的 AK-47 击中的，小女孩很快就没救了。可是就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越南人要打我们。而面对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越南人为什么要打我们。而就在此刻，边境的医院中，一个个受伤的普通百姓被送了过来。这些人都是因为越南人受的伤，他们本来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百姓，但是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恨不得把那些越南人生吞活剥了。他们有的人只是在田间劳作，一不小心就踩到了越南人埋下的地雷，运气好的断一条腿，运气不好的当时人就没了。有个老大爷只不过是在放牛，但是一边的草丛里忽然就窜出了10几个越南兵，不由分说的就要抢走这些牛。而越南士兵在过了边境之后，甚至捡起地上的石头向着老大爷丢过去，老大爷的一只眼睛就是被这么打瞎的。此刻在前线的坦克里，虎南的战友们正在一起聊天。虽然现在边境的局势很紧张，但是一时半会儿还是打不起来的。而一名战士画的画，此刻却引起了战士们的感慨，如果实现理想，都能像画画一样简单就好了。但是他们的炮长却觉得，我们的国家不能都是高楼大厦，也一定要种很多很多的树。这个朴实的老兵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们这个国家就像是一个大姑娘，越长越俊俏，但是再俊俏的姑娘总不能没有头发吧。作为一个80年代初期拍的电影，这样的觉悟恐怕是我们很多人都够不上的。毕竟我们也是在05年的时候才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科学论断。而就在战士们还在等待出发命令的时候，虎南的父亲703已经开始召集自己手下开会了。他们已经探明了那些不断骚扰我们的越南士兵的根据地位置，而上级的意思就是既然打狼就要掏狼窝，而这次进攻的关键位置就是战松隧道。为了缩短夺下战松隧道的路程，上级决定派出一个坦克团的兵力从他们的所在地直插战松隧道。这样一来，就连我们围歼敌人的时间也会大大的缩短。随着作战指令一级一级的下发，这次的作战任务也越来越清晰，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拿下战松隧道，全歼这群狼崽子。而随着703的一声令下，作战正式开始，铺天盖地的炮弹打向了越南的阵地，而位于前线的虎南和他的008号坦克也开始向着战场出发了。炮坦协同作战给了越南军人极大的打击，他们的一门门火炮被摧毁，战线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击溃，而坦克团更是作为一柄尖刀刺入了敌人的胸口。此刻在008号的带领下，他们已经上了公路，接近4号大桥的位置了，而过了4号大桥就是战松隧道。而在008前进的过程中，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辆越南人的装甲车，和008的型号一样，是62式。上级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抓一个活的，我们需要更加准确的情报。但是当越南人看到这个坦克的时候，却没有一点的警备心。和他们一样的坦克型号，那不是自己人的坦克吗？这种坦克还是几年以前我们给这群狼崽子的，现如今反倒被他们用来打我们了，这就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吗？可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这辆坦克上下来的并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中国的军人。他们急忙联系自己的总部，可是却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的士兵很快就控制住了所有的越南人，但是在这里008号上面的炮长却遇到了一个熟人。这个越南人几年以前他见过，那个时候我们给了越南不少的物资援助，可是越南人对于我们援助的物资是一点都不珍惜。白花花的大米，那个时候我们自己都吃不上，却被这些越南猴子拿去当电路用的沙袋。而眼前的这个俘虏就是当年那个把大米当沙袋用的越南司机。可是如今他居然还在这里挑衅我们的战士。或许就像炮长说的一样，这个越南人应该庆幸自己成为了一名俘虏，否则的话现在的他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在继续前进的时候，
008号的2炮手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敌人设置在山崖上的反坦克炮阵地，而他们也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干掉敌人的这个阵地。为了指挥更加的顺畅，指挥部决定立刻向前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可是就在703准备向前线进发的时候，田径也来了。他希望自己可以跟着一起到前线去，但是703拒绝了。田径的父母都已经为国捐躯了，家里就剩下这么一个女儿，无论如何也不能出事了。可是就在半路上，他还是发现了在后座的田径。拗不过执意要上前线的田径，虎南的父亲也没办法在半路上放下田径，于是田径就这样一路跟到了前线。而在最前端的008号上，虎南他们已经发现了敌人反坦克炮阵地的准确位置，并发送给了指挥部，请求炮火支援。为了尽快干掉敌人，我们的火炮部队在接到命令的第一时间就开始了轰击。在炮兵和坦克的攻击下，敌人正在溃败，但是我们的坦克也在越南人的伏击下损失了一部分力量，指挥员也负了重伤。因为履带受损而暂停的008号车，在虎南父亲的命令下，再次成为了穿插部队的尖刀。对于战士们来说，这是一个荣誉，可是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一种无私。谁都知道，尖刀是最危险的。放在现在，像008这种有干部子弟的坦克，即使是出现在战场上，也大概率是要在后面的。如今的人可能只顾着自己眼前亮丽的明星，而很难想象到那个年代，一个干部在打仗的时候，眼看自己的儿子一个个的牺牲在阵地上，甚至还要继续拉着自己的女婿往上顶。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都明白，国家才是根本，自己作为干部就必须身先士卒，而不是如今资本家们向着民众灌输的所谓挣钱才是第一位，奉献靠边站，金钱就是一切的理念。很多情况下，在最初的时候才是最纯粹的时候。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008号迅速向前靠拢，而田径也搭乘装甲车来到了前线，开始救助伤员。可是在救助的时候，008号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而探出头去的观察员也负伤了。田径为了救助这个受伤的士兵，也跟着钻进了008号里面。突然在车里多了一个女同志，这让大家都有点惊愕。事情很快就汇报了上去，而上级的指令很明确，立即让这个军医下车。可是这个时候敌人的火力很猛烈，正在奋力向前推进的008就处在敌人火力的正中央。这个时候既不敢停也不能停，上级在得知了情况之后，也及时下达了命令，让田径暂时待在008号里面。虽然田径的做法无组织无纪律，但是好歹给了这个有了伤员的008号增加了一点有生力量。伴随着我们的攻击越来越猛烈，越南人渐渐的顶不住了，他们一退再退，终于退到了4号大桥的另一端，想要通过这样的方法阻止我们的推进。他们的计策成功了，即使我们的坦克部队奋力的向前赶去，可是依旧只有3辆坦克成功抵达对岸。于是上级决定，即使只有3辆坦克，我们也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就在他们下达命令的时候，意外再次发生，在008号后面跟着的2辆坦克在敌人的攻击下已经起火，失去了作战能力。如今在对岸只剩下了008号1辆坦克了，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要用区区1辆坦克在敌人的阵地上和他们对抗吗？在一番思索之后，他们还是决定完成这一次的任务，而原因也很简单，他们不能拖了大部队的后腿。为了了解前线的情况，703也决定自己亲自到桥头去指挥。可是就在去桥头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点危险。负责这里的哨兵告诉他们，前面已经被敌人的火力覆盖了，很危险。但是虎南的父亲执意要上去，他的警卫员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死活不让开车。在僵持了一阵之后，警卫员妥协了，他要回去找一辆装甲车来，让虎南的父亲乘着装甲车前进。可是虎南的父亲却等不及了，等警卫员回来的时候，只见到了路边被击毁的吉普车。正在他伤心的时候，虎南的父亲却从一边的山地里出现了，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而此刻前线的008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他们的救援器材着火了。为了灭火，炮长一个人冒险在敌人环伺的情况下爬出坦克灭火。可是就在他灭火的时候，却发现了正在向他们瞄准的越南人。炮长一个飞身就扑倒了这2个越南人，而008号则安全的离开了，只留下生死未卜的炮长。而后方的部队也下了军令状，20分钟内打通所有被堵塞的道路，为后续的攻击做准备。所有人都在为了胜利而奋战，一辆接一辆的故障车和火炮被推下山崖。为了抢时间，军队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清理道路。而前方008已经开进了隧道，就在敌人准备引爆隧道的前一刻，008阻止了他们，凭借一己之力阻止了所有试图夺回隧道的越南人。
而我们的炮火支援也显示出了强大的火力。虽然打掉了不少前来支援的越南人，可是我们的情报显示，越南的坦克部队已经开始向着008的方向靠拢了，而008必须再抵挡半个小时的时间，这可能吗？只要是中国军人就有可能。此刻炮弹还剩下3发，但是在车长的安排下，我们占据了有利的地势，硬是用自己的56打退了敌人的 AK-47。可是机枪毕竟无法击退敌人的坦克，即使是远方的炮火支援，也只是打掉了一部分，而我们的通讯却在这个时候断了。008的炮弹也只剩下1发破甲弹了。可是看着地上的炸药，车长有了新的办法，敌人可以炸了大桥堵住我们的路，那么我们也可以用炸药堵他们的路。可是这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车长却主动的把任务揽在了自己头上。眼看着自己最后1发破甲弹打空了，车长也重在受伤，他决定用自己的身体带着炸药摧毁敌人的坦克。随着一声巨响，敌人的坦克下面窜出了一团巨大的火花，坦克被摧毁了，但是车长也身亡了。这能抵挡多久呢？现在只剩下3个人了。可是敌人的坦克还会继续来到这里。虎南想到了车长的命令，炸毁008，挡住敌人的道路，而这个任务就由虎南来做了。虎南自己早已经写好了遗书，交给了田径。借着让田径找水的借口，虎南爬上了008，他一个人驾驶着只剩下一身钢铁之躯的008，向着敌人冲了过去。在一声巨响之后，只剩下在烈火中的81标志依旧闪亮。没了坦克，没了虎南，那些越南鬼子依旧不要想着过来。受伤的2炮手，赶来的炮长和愤怒的田径一起守住了这个隧道口，直到大部队到来。作为一部80年拍摄的影片，这部影片可以说是饱受争议，过多的爱情元素以及浓厚的主旋律风格都是人们批评的地方，但是它所表现出的精神却依旧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所欠缺的。1964年10月13号，在我国的罗布泊地区，一群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我国的第1次核试验。试爆将会在3天之后的下午6点钟开始，所以即使所有的实验设施都已经准备就绪，但是就在空军进行最后一次常规侦察的时候，却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在距离爆炸中心65公里的地方，他们拍下了一些来历不明的人畜，这里是核爆的 A 类危险区域。核指挥办公室立刻派出了搜救小队进行搜索，但是奇怪的是，这些人就诡异地消失了。现在这件事有2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是不管他们，按照原计划进行核试验；第2个方案是延迟试爆，派一个搜救小队去找到他们。这件事很快就上报给了国务院，而周总理也很快就做出了批复，这里是中国，不是广岛，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人给救出来。于是一支特别行动小组就这么被选了出来，他们要在起爆之前找到那些人，并且带他们离开危险区域。但是就在开往那个区域的车上，战士们却都不太相信这个区域里会有活人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很有可能是一些沙漠古堡风化之后形成的，至于那些牲畜，还有可能是一些野马和野骆驼，这在沙漠中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上级交代的任务他们还是要完成的。于是在1夜的行军之后，他们提前到达预定的地点，开始呈伞兵状的队形向外搜索。看着周围的一片荒漠，没有人相信这里有人，但是现实很快就告诉了他们真相。在一处土坡上，他们看到了2具尸体，而尸体上的伤口都是枪伤。这个发现让这些士兵瞬间紧张了起来。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这是一把老式的左轮枪造成的致命伤，看来这里绝对有其他人。于是士兵们小心戒备着继续向前推进。很快在不远处，他们又发现了烧焦的篝火堆、牲畜的粪便以及一个国民党的帽徽。这一切似乎都说明了在这附近一定有人的存在，而这伙人很可能是国民党，人数还不少。至于他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现在还不能确定。在一个战士的带领下，战士们开始上车，一边搜索一边前进。可是这一次他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线索，连车子都因为水箱过热而不得不停下休息。但是这一次他们再次发现了新的情况，在一个沙丘的后面，他们发现了2个人的踪迹，一个男孩和一个女人正在沙漠里嬉戏打闹，看起来开心得很。忽然间，那个女孩调转马头，向着沙丘就冲了上来，正好和解放军战士们撞了一个满怀。还没等战士们说什么，远处的男孩捡起地上的枪，就冲着解放军开了一枪。女孩也趁机调转马头，带着男孩迅速逃离这里。在队长的阻止下，战士们并没有开枪，只是一路开着车跟着他们。在沙漠中绕了几个弯以后，他们来到了一处沟谷中，
一阵枪响响起，对面冲过来10几个骑着马带着枪的男人，他们毫不犹豫地向着解放军战士们开枪。而在不远处的山坡上，2个男人已经架起了迫击炮。这样的专业的战术配比肯定不是普普通通的土匪，说不定他们真的是国民党的军队。解放军战士们迅速开始还击，不少土匪被击中坐骑落了下来，山上的迫击炮手也在一次袭击后被打下来了一个。剩下的男人看着情况不妙，一声呼啸就开始撤退。解放军战士们也没有追击，而在这一次的战斗中，他们牺牲了1名解放军战士，损失了1辆军车。而从那个被击毙的男人身上和其他人掉落的武器来看，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面对这个情况，所有的战士们都感到不忿，他们累死累活地跑到沙漠中间，难道就是为了拯救一些国民党吗？他们觉得就应该将这些国民党留在这里，炸死他们。这个情况很快就汇报给了上级，上级的回复是继续进行营救。战士们虽然不情愿，但是就像上级说的一样，审判他们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为了更好地进行自己的任务，他们决定冒一个险，放下自己手中的武器，先取得这些人的信任，接近他再说。虽然有些战士不情愿，但是这确实是目前看来最好的办法。在前进搜索的过程中，他们很快就和那些国民党的残匪再次交火了。这一次，战士们严格遵守了上级的指示，只许打马，不许伤人。很明显，即使是这些残匪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忽然间，解放军的枪声停止了，他们主动放下了武器，而那些土匪们见状也小心地转了回来。就这样，放下枪的解放军和这些残匪们也一起回到了他们的营地中。战士们没有理会那些耀武扬威的残匪，他们的注意力都在这个营地中。看起来除了没有永久性的建筑物，这里就和一个普通的村子没有什么区别，有老人，有孩子，有妇女。他们看着这些被残匪们围在中间的解放军战士，除了一些好奇，更多的是一种迷茫。他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和外面的人接触了。当解放军战士们被带到了营地中间之后，一个女人哭喊着扑了上来，从她的言语中，战士们听得出来，这就是那个被他们杀死的残匪的女人。女人又哭又闹地冲了上来，对着解放军战士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战士们在进行阻挡的时候，一不小心将这个女人推倒在地。这一幕也正好落在了小头目铁英的眼里，他当即命令那些残匪对着解放军战士们进行殴打，他们要为死去的朋友报仇。而面对小孩子的询问，铁英只是说这些都是坏人，是该杀的人。作为从小带着自己长大的人，孩子自然是对铁英十分的相信，不由分说地向着解放军的脚下开了一枪。在队长的命令下，解放军十分的克制，几乎没有一个还手的。这一切落在铁英的眼里，却成为了解放军战士的软弱。他一直在叫嚣，声称要打死我们的战士。终于，队长实在是没办法了，他趁着铁英不注意，一把将他从马上拉了下来，夺过他腰间的手枪，威胁那些残匪，不允许他们再打我们的解放军战士。这一招确实镇住了那些残匪。就在局面有些僵持的时候，几个残匪扑了上来，夺过了队长手中的枪，然后和铁英一起对着队长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剩下的战士们因为队长的命令，只能怒火中烧地看着。这个时候，那个曾经撞见战士们的女孩白雪喊住了铁英。在他看来，既然这些人是要来救他们的，不如听他们要说些什么，万一他们真的是好意呢？铁英明显不相信这样的话，在他看来，要不是这些解放军，他还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呢，怎么会沦落到这么一个地方呢？终于，一个战士忍不住了，他拿起自己的匕首刺中了铁英的大腿，而一边的残匪们也还以颜色，一枪打中了这个战士的腿。眼看双方的冲突就要再次升级，旁边却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枪响，众人都停止了自己的动作，回头看去，一个有些佝偻的背影走进了帐篷里。队长很快也被带到了帐篷中，这个满脸胡子的家伙是这群残匪的头领。根据他说，自己在这里已经15年的时间了，他不知道这些解放军来到这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队长好不容易见到了一个正常人，急忙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明天这里将会试爆原子弹，他们是来救这群人离开危险区域的。听到原子弹，这个首领愣了一下，他知道这个东西。当年美国人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扔下了2枚原子弹后，鬼子就降了。可是在他眼里，那东西只有美国人才有，这个人一定是在骗他。可是看着队长言之凿凿的样子，他还是有些不确定，毕竟这些解放军主动放下自己的武器来到这里，他也想不出来这些解放军是为了什么。他拿出了地图，让队长指出爆炸的位置。在得知了一切之后，他还是有些犹豫，他需要想想，毕竟跟着解放军走这件事对于他来说还是有一些抗拒的。他的手下们几乎都是一个意思，不能跟着这些解放军走，他可不相信解放军的话。再者，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爆炸的时间和地点，
他不如杀了这些解放军，自己逃命去。再三考虑之后，首领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为了自己的女儿白雪，他也要离开这里。命令已经下达了，他们要离开这里。但是铁鹰他们却起了二心，他们不想放过这些解放军战士。于是几个人悄悄地带着解放军战士离开了。说是带他们离开，但是就是想找一个无人的地方再杀了他们。但是很遗憾，他们的阴谋并不会得手。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即使没有武器，对付他们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于是就在他们即将动手的时候，我们抢先一步反击，成功的拿下了他们所有人。枪声引起了残匪首领的注意，当他赶到的时候，只是看到了铁鹰和其他被俘虏的人，他叹了一口气。这样的冲突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他询问队长要往哪个方向走，但是当队长说要往西南方向去的时候，他拒绝了。他依然不是很相信这些解放军战士，他表示走可以，但是要向着东北方向走。眼看时间已经不多了，队长也只能同意。他们很快就开始了行军。而在和总部的汇报过程中，队长并没有如实汇报自己的情况，他只是说一切正常，他们正在按照预定方向撤离。那个首领也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看来这些解放军是真的想要把他们带出去。其实不止首领一个人这么想，很多人都觉得即使回到自己的家乡，离开这片荒漠也是不错的选择。铁鹰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在他看来，那些人都是叛徒，不能留。我叫白玉华，这是首领告诉队长的名字。听到这个名字的第一时间，队长就反应过来了，这是一个国军的高级将领，曾经800里奔袭日军山西指挥部的游击将军，就是他。当时他还专门研究过白玉华的作战案例，没想到今天见到了真人。而白玉华也没想到自己已经失踪了20年，我党的部队中居然还有人记得他曾经立下的功劳。眼看到了晚上了，卡车里传来了一阵痛苦的呻吟声，一个孕妇就要生孩子了。面对想要帮忙的卫生员，那些残匪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他们才不相信这些解放军呢。可是一直到太阳完全落山，他们还是没有搞定。眼看产妇就要大出血出问题了，他们才不情愿的让卫生员去帮忙接生。不一会儿，帐篷里就传来了一阵孩子的哭闹声，产妇顺利的生出了一个男孩。经过了这件事，这些人也对战士们有了改观，看来他们真的是好人啊。可是晚上还是出现了问题，几声枪响之后，山上多出了一具尸体，是一个亲近解放军的残匪。面对这具尸体，两方人马原本已经缓和的气氛再次紧张了起来。对于解放军来说，他们是不可能下手杀人的，可是对面总以为是他们做的。好在白玉华没有过分追究，只是说两方都死过人，这一次就暂时这样了。不过他希望等自己出去之后，希望解放军可以好生对待他的部下和自己的女儿。面对这样的请求，队长只是保证他们都会受到公正的处理。眼看这件事就这样被解决了，铁鹰却不开心了。他在第二天行军的时候故意制造了一点混乱，然后趁乱开始了攻击解放军。这场战斗很快就演化成了一场混战，无论是解放军还是那些残匪，都有不少人死去。后来他更是抓住了解放军的副队长作为要挟，不得已之下，队长也只能用白玉华作为自己的筹码了。在残匪的威胁下，解放军战士们放下了自己手中的枪，为了不给敌人可乘之机，副队长直接撞向了铁鹰的枪口。眼看副队长死去了，队长怒不可遏地向着铁鹰连开数枪，而白雪看着从小跟自己一起长大的铁鹰中枪倒地，白雪急忙跑了过去，可是已经杀红了眼的铁鹰却抓起枪一阵扫射，白雪倒在地上。解放军战士们和白玉华一起开枪击毙了铁鹰。经过这一次的变故，解放军们再也没有了自己的好脾气，他们将这些残匪们绑在一起，下了他们的枪，推搡着让他们前进，他们必须在指定的方向赶到集结地点。可是风沙越来越大，眼看起爆时间已经临近，我们的飞机也终于赶到了这里。就在让这些人上飞机的时候，意外再次发生，有些残匪说什么也不愿意登上飞机，有人想要趁机逃走，有些人还想要把自己的马匹带上飞机。不得已之下，解放军战士只能杀了马匹，逼迫这些人上飞机。可是混乱中，卫生员想要带一个残匪上飞机，可是那个残匪却掏出自己私藏的手枪击毙了卫生员，就连他们想要带走卫生员的尸体都做不到，因为卫生员的手死死地抓住了那个残匪。当所有人登上飞机之后，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外面就传来了一阵刺目的光线和一声惊天的爆炸声。不远处，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这个时候，白玉华他们才明白，解放军并没有欺骗他们，他们相拥而泣，解放军们也是泣不成声。他们失去了那么多的战友，就为了救下这些残匪，真的值得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